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既温馨又惊心动魄的故事，是关于一位嫁到台湾的大陆名模，她的入境证突然被取消，而她那位台湾老公竟然当场跪地求情。这样的情节简直比8点档还要精彩，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跨海婚姻背后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吧。天啊，这不可能！我在台湾已经住了10年，怎么会突然不让我入境？林可欣，这位身高178的超模站在桃园机场的移民署柜台前，双手颤抖地握着那本早已翻烂的大通证。37岁的她依旧保持着令人嫉妒的黄金比例身材，一双混血的大眼睛此刻盈满了泪水。对不起，林女士，您的入境许可已被注销，我们也是刚收到通知。移民署的工作人员语气平静，却让可欣如坠冰窟。不可能，我昨天才和家人从台北去香港旅游，今天就不能回家了。可欣声音提高了8度，引来周围旅客的侧目。我得先解释一下，对于大陆配偶来说，即使嫁到台湾，取得身份证之前都需要一张特殊的入出境许可证，通常有效期限为3年，需要定期更新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种许可证可不是想取消就取消的啊！可欣的丈夫林志豪听到这个消息后，立即拨了一连串电话，但得到的都是公事公办的回应，需要进一步调查，暂时无法让林女士入境。我老婆跟我结婚10年了，孩子还在家等妈妈。志豪的声音已经带着哭腔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原来，根据移民署的解释，可欣的入境许可被怀疑涉及假结婚真打工的调查，需要进一步厘清。这个突如其来的指控让可欣简直气炸了心肝。假结婚，我们生了2个孩子。豪仔，告诉他们。可欣急得用手敲打着柜台的玻璃隔板。志豪是台湾知名科技公司的总经理，他和可欣的婚姻早已是台湾媒体争相报道的美谈，但此刻他的社会地位在冰冷的法规面前显得毫无力量。跪求你们让我老婆先回家，孩子们需要妈妈。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，志豪竟然啪的一声跪在了移民署柜台前，泪水顺着他坚毅的脸庞流下。各位听众，这真是让人心疼啊！一位事业有成的男人，为了家庭竟然愿意放下所有尊严，但你们知道吗？志豪这样的举动在网络上引起了巨大的争议，有人说他为爱卑微，也有人批评他没骨气，更有酸民嘲讽娶大陆妹的下场。哎呀，这些键盘侠真是太过分了，要知道爱情可不分地域啊。不过我必须说，两岸的婚姻确实面临许多一般夫妻想象不到的挑战。让我们先回到可欣的故事，她的人生经历可说是跌宕起伏，堪比一部励志电影。可欣出生于东北的一个普通家庭，5岁时父亲意外过世，母亲再婚后，继父待她如同陌生人。更糟的是，继父常常酗酒后对她拳打脚踢。15岁那年，她忍无可忍，带着仅有的几百元离家出走了。那时候我真的很无助，在火车站躲了一夜，不知道该去哪里。可欣曾在一次访谈中回忆道，我害怕得发抖，却又不愿意回到那个家，命运总是在最黑暗的时刻给人惊喜。正当可欣在广州火车站徘徊时，一位星探发现了这个身材修长、五官精致的少女，你有没有兴趣做模特？星探递给了她一张名片，就这样，可欣进入了模特圈。她的混血感五官其实是纯正汉族，只是长相偏混血风和高挑身材，很快让她在业界崭露头角。18岁那年，她已经登上了国际时装周的舞台。那时候，大家看到我走在秀场上，以为我的生活多么光鲜亮丽。实际上，我晚上蜷缩在租来的小房间里，数着钱发愁，想着怎么付下个月的房租。可欣苦笑着说，原来，由于签了不平等的合约，可欣虽然走遍了米兰、巴黎、纽约的时装周，却只能拿到很少的报酬，大部分收入都被经纪公司拿走了，她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。我当时很期待能遇到一个真心爱我、愿意保护我的人。可欣说，不是因为我想靠男人，而是我太累了，想有个可以依靠的港湾。而她和志豪的相遇，简直就是童话故事般的浪漫。27岁那年，可欣受邀参加台北的一场时装秀。那一天，志豪作为赞助商代表出席了这场活动。当他走上舞台的那一刻，
全场的灯光旁佛都聚焦在他身上。志豪后来在婚礼上这样形容他们的初遇：我知道我遇到了我这辈子的真爱。这场相遇后，志豪主动向可心的经纪公司提出合作邀约，并积极认识了可心。两人很快坠入爱河，短短半年后，志豪就向可心求婚了。他是我见过最真诚的男人，可心回忆道，他从来不在意我的出身，也不在意我来自大陆，他只在乎我这个人。然而，爱情的童话在现实面前总是会遇到挑战。两人决定结婚后，可心才真正感受到了两岸婚姻的复杂。首先是繁琐的文件准备，大陆配偶要来台湾结婚，需要公证、面谈、体检等一系列程序。志豪忙着处理各种手续，甚至专门聘请了律师协助，那些文件能堆成一座小山。可心曾经开玩笑说，比我10年的模特生涯签过的合约还要多。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当时可心的家人得知她要嫁到台湾，竟然集体反对。你知道台湾有多穷吗？可心的母亲这样问她，我听说台湾人连肉都吃不起，你去那边会吃苦的。哎呀，妈呀！可心哭笑不得，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，现在台湾经济很发达的。确实，很多大陆民众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很久以前。实际上，台湾的人均 GDP 在亚洲位居前列，医疗、教育等社会福利健全，生活质量相当高。志豪带可心回台湾后，他才真正了解到台湾社会的发达程度。台北的夜景比上海还美，可心赞叹道。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温暖，邻居会互相问候，陌生人也会帮助你。可心和志豪的婚礼在台北一家5星级酒店举行，志豪的家人都很热情地接纳了这位来自大陆的媳妇。可心也很快适应了台湾的生活，她学会了说台语，爱上了台湾小吃，还结交了许多台湾朋友。婚后第2年，可心生下了他们的第1个孩子，一个可爱的男孩，取名林瑞恩。3年后，他们又迎来了一个女儿林美恩。我本来以为我会继续模特的工作，但有了孩子后，我发现家庭才是最重要的。可心说，志豪也很支持我的决定。他说，无论我想做什么，他都会站在我这边。退出模特圈后，可心开始经营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，分享两岸文化差异和家庭日常。没想到，他的真诚和幽默获得了大量粉丝，很快成为了知名的网络红人。我很喜欢向台湾朋友介绍大陆的变化，也喜欢告诉大陆朋友台湾的美好。可心说，我觉得我像是两岸的一座小桥梁。就这样，可心和志豪的生活看似幸福美满，然而他的身份问题却一直是一个隐忧。根据台湾法规，大陆配偶必须在台湾合法居留满6年才能申请永久居留，再满1年才能申请规划为台湾居民。而在这期间，他需要定期更新他的入出境许可证，每次要更新证件，我都很紧张。可心说，因为不知道会不会突然出现什么问题。可心的担忧不无道理，两岸关系的变化有时会直接影响到相关政策的执行。有一次，因为两岸关系紧张，我的证件更新延误了好几个月。可心回忆道，那段时间我连门都不敢出，怕被查到证件过期。大陆配偶在台湾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就业限制，在取得身份证前，他们的工作权受到很大限制，不能担任公职。很多私企也因为身份问题而拒绝聘用。我很幸运，因为做网红不需要特别的工作许可。可心说，但我认识很多大陆配偶，他们的专业能力很强，却因为身份问题无法施展。可心和志豪一直期待着能够早日获得台湾身份证，这样他就不用再担心入境问题了。然而，就在他们即将完成所有申请条件的时候，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这个家庭的平静。我只是带着孩子去香港玩几天，怎么会突然不能回家了？可心在机场哭喊着，我的孩子还在家等我。志豪跪在移民署柜台前的画面被现场的旅客拍下来，很快在网络上疯传，这引发了广泛讨论，也让更多人关注到了两岸婚姻家庭面临的困境。林先生，您先冷静一点。移民署的主管被紧急叫来处理这个突发状况，我们会尽快查明情况，但现在确实不能让您太太入境，那我可以和她一起回去吗？我不能丢下她一个人。志豪抹着泪问道，这您是台湾公民，当然可以自由出入，但您太太目前无法入境，主管解释道。
就这样，志豪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，他决定和可心一起回香港，然后再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不会丢下你的，志豪紧紧握住可心的手，无论去哪里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就在两人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，移民署的电话响了。主管接听后，表情变得复杂起来。林女士，主管迟疑地说，我们刚收到上级通知，您可以临时入境，但需要在24小时内到移民署报到，并接受调查。原来，志豪跪地求情的画面在网络上引起了轰动，不少民众和媒体开始关注这个事件，有立法委员甚至直接打电话到移民署询问情况。在各方压力下，移民署决定先让可心临时入境，再进行后续调查。真的可以回家了吗？可心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是的，但请记住，明天必须到移民署报到。主管严肃地说。就这样，可心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。然而，回到家中，看到两个孩子期盼的眼神，他心中的恐惧更加强烈了。如果调查结果不理想，他可能会被要求离境，甚至可能和孩子们被迫分离。妈妈，你怎么哭了？聪明的瑞恩察觉到了妈妈的不对劲，妈妈只是太想你们了。可心强忍着泪水，拥抱着两个孩子，妈妈很爱你们。那一晚，志豪和可心彻夜未眠，他们讨论了各种可能性和应对方案。志豪甚至提出，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，他愿意放弃台湾的一切，带着全家人到大陆或第三国生活。我不能失去你，志豪真诚地说，没有你，这个家就不完整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夫妻俩带着厚厚的资料，包括结婚证书、孩子的出生证明、10年来的生活照片等等，前往移民署报到。接下来的调查让他们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原来，有人举报可心涉嫌假结婚真打工，甚至提供了所谓的证据，包括他在社交媒体上的部分内容和一些断章取义的对话截图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志豪怒不可遏，拍案而起。我们结婚10年，生了2个孩子，怎么可能是假结婚？而且我太太做网红完全是合法的个人工作室形式，每年都按规定报税。移民署的调查官员面无表情地翻阅着他们提供的资料。林先生，请您理解，我们只是依法办事。有人举报，我们就必须调查。是谁举报的？可心忍不住问道。抱歉，这属于保密信息。调查官拒绝透露。这时，志豪突然想到了什么。等等，我太太最近在社交媒体上曾经评论过某些敏感话题，会不会是因为这个？原来就在1个月前，可心在她的平台上分享了一篇关于两岸文化差异的视频，其中提到了台湾的民主制度和媒体自由。这个视频获得了大量点赞，但也引来了一些网友的恶意攻击，有人甚至在评论区威胁要让它好看。我只是实话实说啊，可心委屈地说，我喜欢台湾的生活环境，也欣赏这里的社会氛围，这有什么错吗？调查官听了这番话，表情略有松动。林女士，您的情况我们会认真调查，如果确实是恶意举报，我们会还您清白。就在这时，移民署的门被推开，几位记者拿着摄像机涌了进来。林先生，关于您昨天在机场跪地求情的事件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林女士，您认为这次事件反映了什么问题？志豪和可心面面相觑，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。志豪深吸一口气，决定面对媒体。我想说的是，我和我太太是真心相爱的，我们有美满的家庭和可爱的孩子。我昨天的举动可能有些冲动，但那是出于一个丈夫对妻子、一个父亲对家庭的责任感。我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秉公处理，不要让无辜的家庭蒙受不白之冤。可心轻轻握住志豪的手，对着镜头说，我爱台湾，也爱我的家人。这10年来，台湾已经成为我的家，我希望能继续在这片土地上陪伴我的丈夫和孩子成长。我相信真相终将大白。媒体的报道让这个事件迅速发酵，很快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。大陆配偶的处境真的很艰难啊，10年了还没有身份证，这也太不合理了吧。我们应该修改法规，让真心来台湾生活的大陆配偶有更多保障。舆论的风向开始转变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同情可心的处境，也有人开始反思台湾对大陆配偶的政策是否过于严苛。一位资深律师看到新闻报道后，主动联系了志豪，表示愿意无偿帮助他们处理这个案件。林先生，
我看了你们的故事，很受感动。作为一个律师，我愿意尽我所能帮助你们。律师诚恳地说。在律师的协助下，他们开始收集更多有力的证据，包括10年来的共同财产证明、社区邻居的证言、孩子学校老师的证明信等等。与此同时，移民署的调查也在进行中，他们审查了可欣的社交媒体内容、财务记录和日常活动，特别是那些所谓的证据，在仔细分析后，发现多是断章取义或恶意剪辑。调查进行到第3天，一个重要发现浮出水面，举报人的身份终于确定了。林女士，我们追查到举报人是一位网名为台湾之光的网友，经过技术手段确认，此人正是您曾经合作过的一位网红。调查官告诉可欣，啊，是小文吗？可欣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位名叫王小文的网红曾与可欣有过合作。但因为可欣人气上升得太快，超过了他，导致他心生嫉妒。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，可欣作为一个大陆妹，竟然在台湾获得了如此多的关注和喜爱。他之前就常在私下群组里说我卖弄大陆腔调和装可爱吸引粉丝。可欣回忆道，我还以为这只是普通的同行竞争，没想到他会用这种手段害我。调查官点点头。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，证明您的婚姻是真实的，而举报内容多是恶意构陷。不过，法律程序还需要继续完成。1周后，移民署正式宣布撤销对可欣的调查，恢复她的入出境许可证，并就此事向她道歉。同时，对恶意举报者王小文提起了诬告的法律诉讼。这个结果让志豪和可欣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但这次的经历也让他们更加迫切地希望解决身份问题。我不想再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，可欣对志豪说，我们得想办法加快申请身份证的进程。志豪完全理解妻子的心情，放心吧，这次的事件反而让更多人关注到了大陆配偶的处境，或许能推动相关政策的改革。果然，这起事件后，立法院开始讨论修改相关法规，考虑缩短大陆配偶取得身份证的年限，并给予他们更多的工作权利保障。媒体对这个事件的持续报道，也让社会大众更加了解大陆配偶的处境。可欣接受了多家媒体的专访，真诚地分享了她作为大陆配偶在台湾的生活经历。其实我很感谢台湾这片土地和人民，可欣在一次电视访谈中说，这10年来，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，也收获了许多真挚的友谊。我希望通过我的故事，能让更多人理解两岸婚姻家庭的不易，也希望未来的政策能够更加人性化。可欣的真诚感动了很多人，她的社交媒体粉丝数量迅速增长，甚至有出版社邀请她出版自传，分享她从东北少女到国际名模，再到台湾幸福主妇的传奇人生。我从来没想过我的故事能引起这么多人的共鸣。可欣感慨道，或许命运让我经历这些，就是为了能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的人。志豪对妻子的成就感到无比自豪，我一直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女人，现在全台湾的人都看到了。事件平息后的半年，在各方的推动下，台湾立法院正式通过了修正案，缩短了大陆配偶取得身份证的年限，并扩大了他们的工作权利。这一变化让数以万计的大陆配偶受益。在新法案实施后的第1天，可欣就去排队申请了台湾身份证。3个月后，当她终于拿到那张期待已久的身份证时，她激动得泪流满面。这不仅仅是一张证件，可欣紧握着身份证说，这代表着我终于可以真正安心地把台湾当作家了。有了身份证后，可欣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，她开始积极参与社区活动，甚至成立了一个名为两岸一家亲的非营利组织，帮助更多的大陆配偶适应台湾生活，同时也为台湾民众提供了解大陆文化的平台。我希望能搭建一座小桥梁。可欣解释她的初衷，让两岸民众能够放下偏见，真诚地了解彼此。志豪全力支持妻子的事业，不仅提供资金支持，还利用自己的人脉帮助推广。他常常自豪地告诉朋友，我太太不只是个美丽的模特，她还是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。孩子们也因为妈妈的故事而感到骄傲。10岁的瑞恩在学校的作文比赛中以我的妈妈为题，讲述了可欣的故事，获得了全校1等奖。我妈妈是最勇敢的人。瑞恩在作文中写道，
他教会我，无论面对什么困难，都要保持希望和坚持不懈的精神。7岁的美恩则喜欢跟在妈妈身边，学习她的优雅和自信。长大后，我要像妈妈一样美丽又聪明。小女孩常常这样宣布。可心的故事也影响了更多人。那些原本对大陆配偶有偏见的人开始反思，那些处于类似处境的大陆配偶从他的经历中汲取力量，甚至有些年轻人受到鼓舞，立志投身于促进两岸文化交流的事业。有时候想想真的很神奇。可心在一次分享会上感慨道，如果不是那次入境被拒，如果不是志豪跪地的那一幕被拍下来，也许我们永远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故事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。志豪在一旁笑着补充，人生就是这样充满惊喜，最困难的时刻可能恰恰是转机的开始。10年婚姻路走来，可心和志豪经历了太多风风雨雨，但正是这些挑战让他们的感情更加坚固，也让他们的家庭更加温暖。你知道吗？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次，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嫁给你。一天晚上，可心依偎在志豪怀里轻声说道。就算知道会遇到这么多困难，志豪问，就算知道会更困难，可心坚定地说，因为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值得我去经历一切。志豪紧紧抱住妻子，我们的故事还长着呢，未来的日子我们一起继续写下去。窗外，台北的夜景灿烂如星河，这对跨越海峡的夫妻在命运的波折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港湾。他们的故事也如同一盏明灯，照亮了更多人的心房。各位亲爱的听众，这就是今天我要分享的故事，一个关于爱情、勇气和坚持的真实故事。可心和志豪的经历告诉我们，真爱确实能够跨越地域、文化，甚至是法律的鸿沟。而当我们愿意敞开心扉，放下偏见，或许我们会发现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遥远。这也提醒我们，在相亲择偶的道路上，不要被表面的条件限制了视野。有时候，最美好的姻缘可能来自我们最初没有考虑过的方向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并转发给你的朋友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哎呀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说了这么多，你们有没有被感动到呢？你们知道吗？其实两岸的婚姻真的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，光是入境证这一关，就让多少有情人历经波折啊！我在婚恋服务这行业这么多年，接触过无数跨海婚姻的案例，每一对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，但可心和志豪的经历确实格外令人动容。有人可能会问，丽姐，你觉得两岸婚姻的成功率高吗？我的答案是，只要是真爱，再大的困难都能克服。重点不在于你来自哪里，而在于你们是否愿意为彼此付出，共同成长。好啦，今天的相亲故事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也有相似的经历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说不定下一期我就分享你的故事哦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